大家好，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今天我们继续邀请 Ting 来作为我们的这个特邀嘉宾常驻嘉宾我们会聊一些关于心理的问题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有点儿沉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最近你是不是在追一个这个综艺节目？我把你踢了吗？你是不是在家暴不是，对，这是关于家庭的夫妻的这么一个综艺节目，是一个离婚综艺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综艺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为什么要介绍这个综艺？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综艺是干啥的呀，对不对？他就是会邀请3对婚姻有问题的夫妻。好了，可以了。然后就是这个3对婚姻有问题的这个夫妻就是踏上18天的旅程然后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就发现就是他们的矛盾点非常多，但其实有时候也会想到我们普通的夫妻之间其实也常常会因为很多很多事情吵架，吵架的原因就是好像理解不了彼此所以我为什么要先介绍这个综艺是没有关系的大家不必理解。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为什么觉得就夫妻之间呢？我觉得大部分的夫妻之间都很难理解彼此，因为大家不同这个答案就简明扼要就是我们现在再深入的探讨一下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不同，还是为什么大家理解不了彼此？我觉得更多应该是很难理解吧，其实说实话。因为不同是正常的。对。但有些人可能，即便我们不同，他也比较能容易的换位思考。按照你这样说法，就是2个人，比如他都是相对是一个容易去换位思考的人，矛盾就会少一些吗？我没有这个经验，我也不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吗？你不是。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在自己思维里的人。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也其实面对了这种沟沟坎坎婚姻的沟沟坎坎，该遇到的事情我们都遇过对，大家上回就是上星期了，底下有一个人评论说你们就像新婚夫妇一样就是我们的感情还是挺好，不过也经历了很多波折，起起伏伏。不过我觉得真的就是夫妻之间要真正做到理解彼此，真的挺难的。其实我是真想好好探讨一下，就为什么好像真的，我们不要说自己了，就跳开我们自己，看看父辈是这样，其实我们认识的朋友们也好多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夫妻之间真的说感情很好吧，好像并不是一个常态，感情好反倒是一个偶然，我是这样想的，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自己的想法太过于笃定。这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只有我这样的行为模式是对的，你那样是不对的，所以我会希望你可以按照我的这种方式来生活，来做事。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洁癖，他非常爱干净，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爱干净，比较松弛。有洁癖的人就会觉得你这样就会不够卫生或者不够干净显得你这个人没有条理邋里邋遢的呀，他就会去要求对方去一定要按照他的那种收纳模式去收纳。可是比较松弛的那个人就觉得我这样松弛轻松，我觉得很好随意我扔的东西我也知道在哪里，这就可以了呀。为什么要像你那样紧紧绷绷过日子呢？所以就是2个人都有对对方的不愿意去理解对方，而且非常笃定自己的方式就是对的。其实自己的方式对自己是对的，这个其实没有多少问题。对，但就是人是可以自私的，对吧？你怎么就上升到好，就是这个你的方式适用于你自己，但是你未必适用于别人。让一个非常紧绷的人，你让他变得松弛，其实对他很难，但你要让一个很松弛的人，你让他变得紧绷，对他也非常难。但是问题就是，当这2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该怎么办？对应该怎么办？你这时候又困惑了。感觉很无解呀。
其实有解。首先你就得知道你们是不同的人。虽然我前面说这个答案你会觉得啊，就是太简单，但它就是真的。你得真正的理解你们是不同的人，然后你们彼此都没错，你的紧张也没错，他的松弛也没错。你得先知道这个，其实你就已经放下了对对方行为的评判。当你放下了评判，你才有可能跟他一起去寻找一个适合你们中间的方法，就第三法。第三法还有专门一个词儿啊？对。来给我们好好说一下第三法。适用于我自己的叫第一法，听我的第一法，听你的第二法。第三法就是说既不伤害你也不伤害我，我们两个可以商讨一个共赢的办法。你比如说就是收纳这里来说，就是可以划定一些区域。我给你一个固定的区域，你在这个区域你衣服啊袜子啊你想扔你就扔。然后但是在某一些区域，就比如说我来做饭，我经常要用的厨房，那么我用的频率更高，你可以把它这部分按照我的那个方式尽可能的去收纳，如果收纳不了可以叫我帮忙。然后呢在你活动区域比较多的这一部分，你可以按照你的行为方式，你可以去放松，可以去乱丢什么的，就是给彼此都有一部分的尊重。但是又不是完完全全变成对方那个样子。这个的前提就是一定是两个人对彼此都对双方都没有什么情绪，没有负面的评价，才能做到这个样子。对，明白。其实我突然想到有一点，就是咱们看那个综艺的时候，再 Q 一下这个综艺，就里头就是有一对夫妻之间好像对彼此的兴趣爱好，都没有任何兴趣，都不想走进对方的心里。这就是我特别想要聊的啊。那你聊。我刚脑子中其实就蹦到了这个，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就是你得对对方好奇，你得真的想了解他，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式，然后你得走进他的世界里去探寻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如果觉得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你也不好奇，我只希望你按照我舒服的方式来做，那这种婚姻关系肯定不是和谐跟轻松的。其实你像你这样说，就是得尊重对方，了解对方，理解对方，然后才能慢慢，我觉得才能认识到对方和自己是不一样的呀。对吧？是的。你可以先给自己一个概念，就是大家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此之外，你可以抱着一个好奇心，对对方有兴趣，然后我真的很想了解你，就像我们俩以前会讨论的，你为什么会有对情绪的一些抗拒跟害怕，那我们可以去追溯，那我就会知道，当我了解就是这些背景信息之后，我就会更加的理解你，当你面对情绪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它其实是帮助我们两个人更懂彼此，把关系拉得更近。当关系好了，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迎刃而解。如果关系本身不够好，那么那些问题就会被放大。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其实我还在想，就是很多人就是你想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对方在自己眼里肯定是比较发光发亮的这种状态嘛，肯定这种状态都会有散去的时候，光晕都会有散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面对对方这个状态，和自己想象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我是这样想，他们一开始喜欢的这个人，他并不是真正的这个人，是自己设想出很多这种想法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真正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热恋期也结束了之后，这个时候发现对方和自己想象不一样，这个是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很多人是不是感情就没了呢？有些人就放弃了呢？我觉得也不至于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吧，这个有点离谱了。更多是你在热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激素的影响，荷尔蒙的影响，你会放大他的优点，会忽略他的一些缺点，然后这是非常正常的。等到这段时期慢慢过去，你们会经历一些事情，然后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其实就是一定要避免像你刚才那样的想法，就是他怎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然后他怎么跟我想象那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可能喜欢的不是这个人，我喜欢的是一个我构想出来的人。这个想法其实就已经先入为主，让你可能没有更多的兴趣去了解对方，而更多的是失望。那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其实，你把这个了解对方，这个时间线拉长，拉得很长，你用几十年来看，然后那么其实热恋期它只占它的开端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那我们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我在每一个阶段对你都有新的了解，我在每一个阶段我都会重新去认识你，或者认识你新的一部分。你说这点很有意思，很多人对对方觉得厌倦，就觉得我看透你了，你就是那个样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地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对对方充满了好奇，总会觉得好像每天都是新鲜的，但后面到有一天会发觉，好像我对你已经了解非常透彻了，我觉得我想拥有的东西也都拥有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倦怠，甚至厌倦的感觉。这其实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吧，婚姻是如何保鲜的，对不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一个问题有一点极端，他有这样想法出现的时候，肯定婚姻里面不只是没有新鲜感这么一个问题，肯定还有隐藏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已经，我不知道啊，我还没有经历过，吓死我了。我只是觉得不会有，只是简单的一个新鲜感褪去，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出现。如果有这样想法出现，那么我觉得婚姻里肯定还会隐藏了其他的问题。但你要说那有些人他只是一味的，只是一直在追寻这种新鲜感，那也是有啊。有吗？那你要是聊这种个体化的东西或者特例，那可能性太多了。像有些人他。有些女性她非常喜欢生孩子，有这样的人，当然有了，她很喜欢生孩子，就是孩子带给她的那种依恋的感觉很强，所以她会很喜欢。但是你把它不能放到去讨论大部分家庭、大部分夫妻、大部分女性，这是不合适。那咱们继续回归到就是整体普通人什么？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就新鲜感的这种褪去这种感觉。还是心态吧，心态的问题。对，心态的问题。其实要我说，人生本身就不可能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模样的。即便是很稳定的夫妻，他们两个人各自经历的人生阶段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刚入社会、刚工作的时候，那种初出茅庐、那种愣头青一样的状态，再到工作一段时间变沉稳，然后两个人步入婚姻。然后成为父亲母亲，其实这种身份角色的切换，包括两个人年龄的增长，然后一起经历孩子的成长，然后两个人再到中年老年，其实你看人本身它都是变化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希望婚姻它可以一直带来那种新鲜刺激感，这个是不现实的，而是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每一个阶段它其实带给你的新鲜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永远像刚年轻的时候那种兴奋、那种冲动、那种迷恋，这种东西肯定它是本身是不持续、不长久的。但是你在其他阶段所拥有的那种全新的体验跟挑战未必没有，只是你可能没有去发现。我真的觉得就是婚姻当中，反正就是千人千面嘛，有各种各样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刚才说的婚姻可能关系也算吧，就两个人之间这种状态，你肯定要尊重对方，然后去理解对方，然后就是我觉得得与时俱进的去不断发现对方身上的一些不同的状态，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永远保鲜吧，对不对？像我们两个一样吗？好的，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诸位的收看，拜拜。